别紧张，调整下呼吸。我关门了。我进不了同船间。你进不了同船间？你开什么玩笑？我没跟你开玩笑。你记得上次我问过你，我说我有一个朋友进不了同船间，一进去就会恶心，就会头晕。我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自己。所以说你早就发现你有这个问题。我大一第一次进黑匣子我就发现了。你大一就发现了，然后你一直没有想办法去解决它。我解决不了，我有什么办法？你解决不了，你改行啊！你为什么还要做这行呢？为什么还要做翻译呢？因为我之前一直抱着侥幸的心态啊。高翻院上一届不是分同船和交船的吗？我哪知道你会跟院里提议我去做同船的呢？哦，还怪我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就算上一届的人以交船为主，但是简单的同船都可以应付，没有人进不了同船间。我就进不了啊。所以我之前就说我可能不能继续待在高翻院了。所以你就决定放弃了。看来你跟我想的一样，你就是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巴。我有什么办法呀？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把眼泪擦了。你哭起来很难看。这2天休息好了吗？明天开始，克服你的同船障碍。明天。这是。我找朋友借了这间国际会议中心的同船会议室，这里没别人，就我们2个人，而且这也不是高翻院，没有人认识你，所以你不要压抑你自己的感受。翻译过程中有任何的不舒适，让它尽量自然流露。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不要紧张，这又不是正式翻译，出错也没关系。坐下吧。别紧张，调整下呼吸。我关门了。怎么了？我不行了，我已经开始心慌了，我还是出去吧。坐下，坐下，坐下。家人，坐下，坐下。你今天必须迈出这一步。把耳机戴上，简单操作，我来发指令。先不要管准确率，把你听到的说出来。La coopération entre la Chine et la Suisse profitera non seulement au pays, mais au monde entier, a déclaré le Premier ministre chinois dans son discours jeudi à l'occasion du sommet économique sino-suisse à Pékin. 中国和瑞士之间不仅仅
把你刚才听到的说出来。总理在北京。小飞，真的不行。我觉得我真的进不了铜川监。没事儿，啊，我们一块儿想办法。没事儿。喝点汽水，定定神。我算是见识到了，你还真是怕这个箱子。刚才我看你气儿都喘不过来了。我没骗你吧？我还真希望你骗我。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能告诉我你心里的感受吗？什么心理的感受啊？因为我觉得你在铜川乡里，不是生理过敏，是心理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走进铜川乡里，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很紧张，很害怕，越想越害怕，甚至还有缺氧的感觉。缺氧的感觉？不应该啊！你刚进铜川乡的时候，我观察了，你没有缺氧的迹象。要不这样，咱们再来一遍，我给你量心跳。佳燕，我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再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尝试一次就失败一次，我真的不想在你面前一次又一次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我克服不了，我就是进不了铜川乡，可以吗？不可以。我作为你的导师，还有你的男朋友，告诉你，不可以。就这么点困难，你就放弃你翻译官的理想了？不可以。别怕，再来一次。你就当你这辈子再也不坐铜船了，只是进来玩一下。不坐铜船了？就这么想，你只是来参观黑匣子的。咱们慢慢走，每一步都慢慢走。告诉我现在你心里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还可以。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随时告诉我。先坐下。佳阳，怎么了？不行，我受不了铜川监里的一切。先别着急，先别着急。这样吧，咱们先想办法克服掉你的视觉障碍。跟我来。小心脚底下。你带我来哪儿啊，佳阳？我带你来训练室训练铜船。这是椅子。好，坐好。戴上耳机。我现在放资料。中国常驻联合国瑞士办事处以及其他国家组织代表出席。
5分钟的同传量完成的非常出色。我在同传间，我完成了翻译工作。我早就说你没问题，你的心理障碍不是同传，是这个同传间。那我以后同传能不能都戴着眼罩啊？当然不行。真正同传的时候，你得随时看着搭档的嘴型，随时要做好准备顶上，还要看紧急资料。就算你戴着眼罩，谁扶你进同传箱啊？你这不是给搭档制造负担吗？所以我说我还是不行啊。谁说你不行了？咱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步。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同传箱里的视觉呈现是你心里的障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找到是哪一部分。其实同传箱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铝合金板搭成的。你是不喜欢它的窗户，还是不喜欢它的门？没有啊，不是。那是，我们来想啊，你从外面进到同传间，关上门，插上插销，然后坐下。佳阳，我坐在这儿，看着前面一排一排的座椅，我就觉得特别紧张。座椅？你是觉得你在大会场翻译会紧张？你不应该怯场的呀。不是，是，就算我现在坐在这儿，座椅上没有人，我看到都会觉得很难受。咱们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困扰你这么多年的问题，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解决了呢？咱们再来。你慢点儿，你快点，来不及了。急什么呀？哎呦，我这大小姐啊，你可来了！你知道傲天哥帮你躺了多久吧？这女一号庄甜甜都在等你。他要是女一号，啊，他没生我气吧？你一个女二号都迟到这么久，她当然生气了。还好她不敢生傲天哥的气。哎，你呀运气真好，有傲天哥罩着你。赶紧去定妆吧，我们这个是年代戏，要定好妆用在发布会上面的。快去快去。哦。傲天，哎，天怡来了。哎，甜甜，甜甜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师妹，演我的姐姐。甜甜姐你好，我看过你的戏，可喜欢你了。谢谢，这妹妹人好可爱，傲天哥教的人，戏一定不错。什么戏挺好，看是因为人太好。我们去化妆吧。化妆。哎，化妆，谁化妆？看，一看小白脸，蓝也温柔；这一看我，死鱼一瞪。不仅仅使2个国家受益，而且惠及全世界。中国总理在中瑞经济峰会的演讲中如此宣布。该会议本周4在北京进行。OK， 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你就是不能看见会场，这个问题好解决。可是同传怎么能不看会场呢？我要关注发言者的反应啊！你看，你又着急了，一会儿脆弱到觉得自己根本进不了同传箱，一会儿又想马上解决问题，哪那么好解决啊？哎呦，那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啊？切勿急躁，我是你的导师，我都不着急，你着急什么呀？田主任，接啊。喂，田主任。派出所。哦，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那明天院里见吧。田主任再见。
是上次咱们俩误会的事儿吧？你知道啦？我当然知道了，有人给高范院写了举报信。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我当然要先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呀。OK，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影响你进铜川乡的元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解决你心里的障碍。至于举报信的事嘛，赶紧去找田主任解释一下。哎呀，你说我怎么要一转正了，这么麻烦啊？好事儿多磨，别担心，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田主任那儿。走吧，今天就到这儿了。跑得还挺快。我还可以走得更快。为什么自己走了？小华是可以知道的，咱们不用瞒着他。可能我是习惯了吧，不是说好先不让高发院的人知道吗？而且每次见到文老师，我就觉得，像他这么优秀的人，才配得上你。我什么都做不好，我连铜船都进不了。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了？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吧？我认识的你是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其实我每次见到文老师，都会有一点小自卑。我就觉得他这么优秀，你又喜欢他这么久，哎，我这么患得患失，我都讨厌我自己。我的傻丫头啊，你胡思乱想什么呢？那我现在告诉你，在我这儿，你只需要顾及好你自己的情绪，有任何的委屈只管告诉我就行。明天我就打算回家里告诉我家人你的存在。佳阳，我爱你。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刚才车吵了一下。哎呀，你再说一遍嘛。哎。文老师，哎，乔飞，我来交我的讲座提纲。你怎么一个人啊？佳阳没陪你啊？佳阳都告诉我了。祝福你啊，乔飞，你和佳阳真的很般配。谢谢你，文老师。你跟佳阳一样，以后就叫我小华姐吧。哎，小华姐。记得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可造之才。当时佳阳还不想收你当实习生呢，还是我慧眼识才吧，我就知道啊，你一定是翻译的人才。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我相信你。对了，转正之后你是要主攻胶船还是铜船，还是两门一起啊？我没办法同船。什么叫没办法同船？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进不了铜船乡，一进去就头晕。我们换个地方说。哎呦我天！啊！哎呦，你怎么回事啊？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我可千万别跟我说你生病来不了啊！今儿可我大日子，没车我能死路上。哎呦，大日子！你是结婚呢，还是结二婚呢？不就是个破发布会吗？这是普通的发布会吗？这可是第一次有我名牌卡的那种，之前我都是跟记者在一起凑数的。得，你别给我吼，吼我头疼。那行，我不吼了，你赶紧过来呗。好。
那么严重，一进同船乡就犯晕。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进同船乡就这样了。所以你一次同船都没有成功过？在大学的时候，同船只是选修，在高帆院的实习生也不考同船。那是因为能进高帆院的交船已经达到了高级的水平，基础同船就更没有问题了。只有不以同船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哪里会有完全做不了同船的翻译官啊？乔飞，我也是替你着急，所以有点口不择言了，你不要介意。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小花姐。嘉阳也一直在安慰我，可是我觉得黑匣子已经成为我的噩梦了，我现在压力特别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些事情我们只能选择接受，能力范围之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迫自己去达到。你的意思是？你要轻松面对自己进不了黑匣子的事。如果这是你与生俱来的天性，你要选择坦然接受。可我还是想克服。你也一定做过努力了，可是还没有用，不是吗？我在翻译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这样。不要强迫自己，真的，你这个障碍跟随你也不是1天2天了，那么久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翻译最终考验的是人的语言天赋和思辨能力。我们都知道，语言天赋是来自于每个人感性的部分，后天能够努力的部分很少很少。你可以通过练习来加强你的熟知程度，可是天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像有些人有密集恐惧症，或者对某些东西过敏，这是改变不了的。可是我要是不能同船的话，我就进不了高帆院了。不一定啊，让嘉阳去找主任，以嘉阳的人脉，说不定院里会网开一面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据我所知，高帆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翻译官不能坐同船，这在高帆院一定是个天大的笑话。我就是害怕这样，所以我才一直没敢报告。我还一直在幻想，万一以后我只做交船呢？绝对不可能。发展方向主攻交船和完全做不了同船，这是2个概念。你想啊，每个翻译官代表的都是高帆院，如果传出去，高帆院的专业翻译他进不了同船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你所影响的可就是高帆院的声誉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不要隐瞒，把真相告诉主任，不要逼自己去做能力达不到的事情，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退一万步讲，就算留不在高帆院，你还是乔飞，爱你的人仍然爱着你，难道不是吗？再说了，还有我，还有嘉阳呢，我们可以去帮你求高帆院，让院里按照你的特殊情况给予照顾，不一定留不下来。我就是不想被特殊照顾。我理解。可是作为关心你的朋友，我必须指出，如果你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院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就是欺瞒，这样不但会影响你的诚信度，包括你的导师程嘉阳，他也会被牵连。再说你们俩现在是恋人关系，乔飞，你要慎重啊。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你也该去上班了。放心吧，我也是为你好。如果你不想说，我会替你隐瞒的。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纸包不住火，你越早说，你和嘉阳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就越小。没什么大不了的，想开一点，不就是翻译吗？离开高帆院，你一样可以发光发热。我知道了，
谢谢小花姐，那我先去上班了。好。等一下，怎么来这么晚？我下。我下。我走楼梯。杨艳，跟我去开个会。迟到了。哎呦，瞧你喘的，不过还有半小时嘛。我要求他们第1年都提前半个小时到单位。哦，那你为什么迟到了？我打黑车，司机给我让路来着。哎呦，打黑车不安全，容易出事故，下次别打了啊。这样，这个明天呢，家部啊给博物馆捐赠木雕仪式，你带个人过去吧。这回他们不会又早到吧？不会，这回博物馆提前做了准备，没事儿。小飞，你把昨天我给你校对好的东西打印一份给吴明。吴明啊，你准备一下，这次馆长的发言你来翻译。我吗？对的。啊，没问题。我记得上次家部的事儿，乔飞也参与了吧？对了，这会议记录还是乔飞整理的，把他也带去吧。嘿嘿，怎么？你还不愿意啊？主任，我就是觉得上次发生了杯子的事情，我这次去合适吗？嗨，这一页早先过去了。但是你要记住，每一次出任务，代表的是新的自己，代表的是高翻院新的形象。嘉阳啊，你是不是对乔飞太苛刻了？我对谁都是这样，没有特别针对他。他过去和你哥的事，我也有所耳闻。年轻人嘛，这也很正常。不要因为他跟你哥分手了，就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这对乔飞不公平。乔飞这孩子嘛，总体来说还是很优秀的，是个好的翻译人才。乔飞在翻译上确实是有天赋的。我觉得如果加强训练，他可成大器。哟，你的评价很中肯吧？能得到你成人模的肯定，那乔飞的努力大家都看到了。哎，你傻笑什么呀？我夸的是乔飞呢。对了，他的同传训练什么时候给他加强啊？专业方向你跟他谈过没有？院里啊，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同传交传双向发展的好苗子。不能放过啊！我正在给他加强同传训练。哦，那么10分钟能坚持吗？争取吧。争取，10分钟是基本难度啊。陈家阳，你怎么对他的同传要求这么低呀？你看我这有2页。复印的时候叠在一起了，看不清楚。你看，没事，我自己去资料室再查一下。小飞，出来一下，我找你有点事儿。陈主任，你找乔飞有事说啊？我在这儿是不是影响到你们了？没事儿，我可以出去准备资料。没有，你忙你的。出来一下。吴明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一样。不知道，他可能明天对家部压力大吧。我怎么觉得他在针对你呢？他针对我干嘛？反正我觉得他怪怪的。你别多想啊，找我什么事儿？今天晚上老时间同传训练。怎么了？不想训练啊？我真的不想训练了，嘉阳。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我真的克服不了同传香呢？没有万一，一定能克服。没有万一，那是你。
可我真的不行。怎么突然这么没有自信了？我认识的你可不是 loser。不是一个失败者，但我就是进不了同传乡。别人行，你也行。那如果我就是克服不了呢？你怎么了？怎么变得这么没自信了？你要这样，我会很失望的。那你就失望吧，我也没办法。我继续去准备材料了。今天晚上7点，我在同传教室等你。能不能别这么逼我呀？我没有逼你，我是在给你鼓把劲儿。这几天咱们每天去同传乡训练，效果多好，你每天都在进步。如果现在你放松了，你放弃了，咱们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灰心了？我就觉得我受不了这种压力了。我认识的乔飞没那么脆弱，我爱的乔飞不会轻言放弃的。那可能你根本不认识我吧？可能爱错人了。今晚7点，我等你啊。喂，佳明。你后来没有再晕吧？没有了，我说了我是低血糖加压力大。你要记住，3顿饭按时吃。我知道。高分院的工作累吗？你不是已经转正了吗？怎么工作压力还这么大呀？我需要继续努力。是不是嘉阳给你布置的任务太重了？那我去找他去。你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晕倒的事情，可以吗？为什么呀？这么说，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了。你别闹了。好，那你自己保重，有什么事情再给我打电话。最后再说一句，千万别被我的样子给骗了。我其实很在乎你这个朋友。怎么不等我就下班了？我今天还有其他事儿。那我在同传间等你。我今天不想同传了。不行，你必须挑战自己。我还要为明天加布的展览做准备呢。不许找理由。你别这样了，行吗？你这样我很累。那这样吧，你可以选择不去，但是不管你去不去，我都会在同传间等你，多晚都等你。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你真的等了我1个晚上？对啊，因为我对你有信心。
怎么那么傻呀你？可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根本就进不了同传？不要老是说这种患得患失的话。你只管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只要你去做，就会有进步。上次咱们不是已经克服了你同传的障碍了吗？你只要戴着眼罩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同传，你要多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我可以同传。再说一遍。我可以同传。走，咱们去同传乡，我们一起面对，找出问题的根源。坐吧。别害怕，就算前面坐满了人，你翻译你的，不要受干扰。你告诉你自己，交船的时候不是也是这么多人吗？现在只不过多了这么一个同船间而已，没什么大不了。我现在准备放录音了，你先听一遍，我们先来一遍交船，这样你可以闭着眼睛翻。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以及5月9日的庆典日。Les symbol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sont le drapeau européen, l'hymne européen, la devise unie dans la diversité et la journée de l'Europe le 9 mai. 很好。接下来我们试着把眼睛睁开，好吗？那好，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的物质的联系。第3个重要标志，欧洲议会，统一及民主的价值见证。自从1979年来，欧洲议会议员通过普选产生，选举事件被作为欧盟建设的关键时刻之一。此时政治意义的欧盟成为了人民大众的欧盟。Depuis sa mise en circulation, l'euro est devenu un symbole majeur de l'Union européenne. L'euro est le lien concret, matériel, qui unit les peuples européens entre eux. Troisième symbole import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témoigne des valeurs d'unité et de démocratie. Depuis 1979, les députés européens sont élus au suffrage universel. L'événement est présenté comme l'un des moments clés de 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celui où l'Europe politique devient une Europe des peuples.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试着同船，怎么样？别紧张，别紧张，把眼睛睁开。没问题的。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 Les symbol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不行，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具体。不行，我看到外面我就觉得心慌。这绝对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这是心理问题。刚才你还好好的，你告诉我你什么感受？佳阳，我觉得心慌，我害怕这块玻璃，我们出去吧，行吗？不行，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你告诉我你的感受，你为什么害怕这块玻璃？这块玻璃到底怎么带给你不舒服的感觉了？我不清楚，我也说不出来。不行，一定得说。我真的不知道。说出你的感受。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心慌。我看着前面一排排的座椅，我觉得上面都是人。有人怎么了？交船的时候不是也都是人吗？
我觉得上面坐了很多人，我觉得他们都有生命危险，像我妈妈一样。你妈妈？不行了，佳阳，我要出去。好好好，走，咱们出去说。喝口水。跟我说说，为什么会在同船间想到妈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想到就这么说了。仔细想一想，也许这个就是你心理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在同船间会想到伯母呢？你以前跟伯母进过同船间吗？没有啊。那是为什么呢？同船间里什么也没有，你从里面望出去就是一排排的座椅，为什么会想到伯母呢？想到什么了？佳阳，我好像找到我自己害怕同船间的原因了。我以前只跟你说过，我妈妈得病了，但没跟你说过具体的，对吧？大一那年，我妈妈开始经常会打嗝，我们以为她是犯了肠胃炎之类的肠胃病。后来有一阵，她开始晕倒，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海绵状脑部血管瘤。海绵状脑部血管瘤，那不是我哥的研究方向吗？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佳明转研究这个。医生说我妈妈的这个病是长在脑干部位，压迫了中枢神经。如果颅内出血的话，就必须要动手术。就算动手术，也只有50%的成功率，而且就算手术成功，也还是有可能会复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绝望了。我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一直处于精神抑郁的状态，所以才想要去看心理医生，才认识了高佳明。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东西。好了，这些事儿都过去了，从今往后，有任何困难，我和你一起面对。自从妈妈那个时候得了这个病，我就特别害怕医院，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做完手术的时候，有48个小时还要待在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我当时站在外面，隔着那层玻璃，看着我妈妈，她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因为做手术把头发全都剃了，我真的很想去抱抱她，去摸摸她，但是因为隔着玻璃我做不到，我心里又很害怕。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我明白了，这个就是你心慌的由来。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进同船间，我就当时一直心慌，没办法翻译。我就一直想逃避。刚才多亏你一直强迫我待在同船间里，不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同船。这下好了，问题找到了，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我就是没办法进行同船呢？你看，你又来。昨天我还在担心，你这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今天就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只要不是天性，就一定有办法克服。就像翻译一样，
有的人翻译速度很快，但是准确率很低；有些人翻译速度很慢，但是准确率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但只要有意识提高自己的短板，就能增加综合素质。那你的短板是什么？就是你啊！告诉你，田主任都认为你能成为一名好的翻译。我怕让你们失望。只要你不绝望，就一定有希望。太好了，看来我这一晚上没睡没有白费，我们有突破性进展。走，带你吃早餐去。你真傻，你怎么真在这儿等了我一晚上啊？离家部的会还有一定的时间，我先陪你回家，你去洗个澡。好，走。吃早饭去。哎呦，我昨天晚上在你家睡了。帮你拍一下。不是。啊！你赶紧过。周美人，请。这个时间本来应该在高翻院的，已经陪你溜出来了。哎呀，就这么一会儿，没事儿。而且高翻院也是讲人情味儿的。你不是来买纯水果吗？你纯水果找到没有？纯水果没找到，纯爷们儿有一个。没有人看。看见了。看见怎么了？今天晚上下班以后，咱们先去同船间练习同船，然后烛光晚餐，2人世界。今天晚上我有事情。什么事儿啊？同船要是再不练，之前咱们练的都白费了。那下了班先去同船间，然后我再去找我的朋友。好吧，反正同船你是要练的，今天晚上就让你中有青色一回。给我尝一下，再亲我一个。我咨询了一个心理专家，他说有心理障碍的人，回避不是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习惯它。以后你每次进同船间，你都告诉自己，我是乔飞，我是因为以前妈妈生病，所以我对同船间的玻璃有恐惧，但是我没有要马上克服它，我只是试试看，能不能一次比一次好一点。要这样想吗？当然，心理暗示很重要。告诉自己，我没有要马上克服它，我只是试试看，能不能一次比一次更好一点。不要给自己心理压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准备放资料了，试试看，能翻2分钟也是进步。Depuis sa mise en circulation, l'euro est devenu un symbole majeur de l'Union européenne. L'euro est le lien concret, matériel, qui unit les peuples européens entre eux. Constitution européenne, celui où l'Europe politique devient une Europe des peuples. 超过2分钟了吗？何止2分钟，都快5分钟了。真的？你今天进步非常大，我都没有想到。照这么下去，你很快就能完全克服同船障碍了。哎，刚才说的啊，不能说完全克服同船障碍，要说比上次表现好一点。晚上真的不跟我吃饭了？不了，我约朋友了。你约朋友，我也约朋友。我找旭东去。再来一遍。
才来呀？你们不知道，乔飞其实挺不容易的，他跟你们不一样。他对翻译有先天障碍，他进不了同传箱，一句同传都做不了。什么？他不能进同传箱，那他怎么做翻译官啊？乔飞也不想的，他有严重的先天障碍。你们知道，在实习期间是不会考核同传箱，转正工作之后也是有需求才会做同传。乔飞这个傻丫头。他以为他能隐瞒一辈子，可他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是啊，高翻院只有偏重交传同传、能力相对弱的翻译，哪有一句同传都做不了的呀？就是啊，而且他要是连同传箱都做不了，到年底国际会议期间，不是拖大家后腿吗？这忙起来交传也得进同传箱啊，总得做后备支持吧？不对呀，我记得我们3个好像发展方向不一样，我和吴明是以交传为主。乔飞是交传同传并重啊！真的假的？他不能进黑匣子，还交传同传并重？真的，我听田主任和李雷聊过，好像说程江阳也同意，觉得乔飞具备交传同传并重的能力。我就不相信程江阳不知道乔飞不能进同传箱的事。江阳知道，可他就是太同情乔飞了，所以我担心这样下去，对高翻院是隐瞒不报，对乔飞，那就是太不负责任了。他到底为什么不能进黑匣子？是有病吗？吴明，你不要这样说。乔飞他是有苦衷的，他对翻译很有天分，唯独是这方面有障碍。我们应该同情他。工作上靠的是能力，不是靠同情。高翻院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那乔飞不就是因为交传同传并重才得到院里的重视吗？他的交传能力确实比我和妍妍高，可谁知道他根本不能同传啊！我们分没那么高，但是我们没有单科挂科啊。他要是真有这种关键障碍，会影响院里的整体水平，院里啊应该严肃处理。不管怎么说，瞒骗不报说不过去。都怪我，我今天就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么多的。其实要不是为了高翻院，作为朋友，我们应该帮乔飞隐瞒。这种事啊就不应该隐瞒院里啊。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这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以后怎么面对乔飞啊？小花姐，你放心。我们啊，绝对不会把你给卖了。不是迟到了吗？还有主任还没到。哎，咱们11点还是1点半开会啊？1点半。乔飞，今天上午你在哪呢？怎么都没看到你？资料室啊。你在资料室啊？我还以为你在同传黑匣子呢。这黑匣子干嘛？有同传任务吗？没有，不过同传是每个翻译必须达标的技能。大家都在哪儿啊？那咱们就开个周会啊。这个本周的翻译任务是……主任，在开周会前，我有件事想和你探讨。什么事儿啊？你说吧。高翻院是以交传为主吧？但我觉得我们不能落下同传。对，同传的人才也很需要。所以说，如果有人能交传同传并重，那就是特殊人才了。当然了。那要是这个特殊人才挂羊头卖狗肉呢？连基本的翻译技能都不达标，我觉得会拉低高翻院的水准。你在针对谁啊？我担心有人连基本的翻译技能都不具备。我提议，对我们这几个新进转正的员工抽查同传水平，包括我、杨艳、乔飞，都必须过关。吴明，你这话说的，你到底怀疑谁不具备同传技能？我不能冤枉别人，但确实我们11期到现在没有进行过同传考核，我觉得再甄别一下，也没有坏处吧？为什么要甄别呢？你到底在针对谁？谁过不了关拖后腿，我就针对谁。行了行了，都少说2句。开一周会，忽然提出要考同传了，你闹什么呀你？我不闹什么，我就是想对自己严格要求。行了，我觉得啊，吴明的话也有道理，增加对翻译技巧的考核，提高翻译人员的业务水平都有好处的。考一下就考一下呗，啊，同传，1人10分钟。
美，准备资料袋啊！吴明，你第一个。是。自从法国大革命取消了旧式的学校。雕塑、建筑以及音乐。失误率30%，合格。没关系啊，反正我的发展方向是娇传。下个杨艳。失误率26%，中等。下一个乔飞。Après la suppression des écoles des académies royales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et académies royales d'architecture en 1793, l'enseignement artistique, celui de l'architecture est placé dans le cadre de la section du génie de 自从1793年关闭了皇家油画雕塑学院以及皇家建筑学院，艺术教育竟然跟得上。学院派和解，平息政治冲突，对这所学校进行了深入改革。失误率25%，焦飞啊，你后面段表现得很好啊，嘉阳啊，我的判断没错吧？乔飞可以在娇传、同传上同时发展，不过前面一段进展得太慢了，发挥的也不稳定，以后还要加强练习啊。主任，其实我之前也是跟您隐瞒了，2周前我还进不了铜川乡。翻译不了一句完整的句子。后来知道嘉阳帮你找到了心理原因，克服了这个问题，是吗？你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是啊，主任，你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在我这儿。是嘉阳早就把你同传障碍的事情告诉我了，是我让他不要惊动大家，私下给你特训的。主任，其实要是早知道乔飞有这种障碍的话，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帮助他想办法的。你的这句话我很欣赏，团队精神。无名的同传进入的速度很快，今后啊，你要跟他多交流探讨。你对同传的障碍，主要是心理上，克服以后，你的同传水平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乔飞，这点我服你，你后面跟进的速度很快，我真羡慕你的天分。行了，
今天的考核我很满意，那就接着开会吧，啊。你看你这样子啊，上吐下泻，也没法工作呀。赶紧回家休息，该看病的去看病去啊。摩洛哥影展，主任你一人去不行，我吃点药也没事儿。其实，没关系，我带他们几个去。两兵千日，总有一时吧，他们总有第一次。那行，我先去医院，有什么事儿电话我啊。杨艳，来办公室一下。田主任。李雷病了，那下午的摩洛哥影展。哦，摩洛哥电影节主席的演讲稿子过了不止一遍了，主要是克服心理障碍，要注意一下临场应变啊。主任，李雷病了，下午你第一个，没问题吧？没问题。好，乔飞你待命吧。田主任，我想吐。啊！快把乔飞叫进来。乔飞，你去快。咋了？电影节好多记者名人呢，这要是出错了，翻译生涯就完了。就是。出风头的事，让爱出风头的人去做。别紧张，只要把第一段说过去了，就没事儿了。我要是说错了怎么办？第二次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了。欢迎摩洛哥电影节主席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完了，乔飞完了，脑子一片空白。得奖的女士叫乔飞，是一名来自中国优秀的翻译家。现在她优雅地登上了演讲台，准备做演讲。乔飞，相信自己。同传师永远要告诉自己，你现在就是翻译家，用王者的气派来翻译，准确、自信、绝对权威。Mesdames et messieurs, bonjour. Je suis ravi d'être en Chine pour l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u Maroc.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摩洛哥电影节。我们下午的主题是对今年参展的青年导演作品做一个详细介绍。由于我们今年有非常多高质量的影片，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年的评委们一定是特别为难啊！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如此热情地参与我们的电影节。牛，这么晚了，灯还亮着，谁还没下班呢？是家阳吧？那这样吧，那个材料你先带上去，我先不回办公室了。正好你跟家阳好好聊聊，他在等你呢。今天跟田主任进箱子了，怎么样？我听说摩洛哥来了很多高层领导，有没有紧张？何止紧张，我直接都晕了。我就觉得我一张嘴，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别说翻译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就是典型的晕场。那后来怎么样了？田主任有没有二手准备？就是因为李雷拉肚子才让我上的，我就是二手准备。
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完了，乔飞，你害高翻院出了特级事故了。哦，都不是特级事故，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我怎么教你的？在临场翻译遇到问题的时候，越是慌乱，越不能想结果，这样你大脑皮层只会无意识地继续扩张，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对象上。我平时都白教你了吗？还好，我当时脑子里想的全是你，想的不是现在这副训人的样子，是你有人性的一面。赶紧说说，后来这问题怎么解决的？后来，我不就是想到你了吗？然后想到你平时教我的那些，想到你鼓励我的那些话，我的大脑慢慢就恢复意识了，然后我就调整呼吸，张嘴一试，哎，一下感觉全来了。顺利完成任务，谢谢你，人魔。还骂我？我明天去跟伯母告状去。好啊，你去说啊。那我就顺便告诉我妈，你平时是怎么欺负我的，为什么叫你人魔？行啊，在这儿等我呢。我这是法犯处了，我就要气你。今晚去我那儿吧。医生说伯母需要更好的休息，咱们明天一早再去看她。